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酒精。酒精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，一方面，无论是对于健康还是健身，酒精都没有正面的作用，甚至还有阻碍。另一方面，我本人就是一个爱喝酒的人。记得原来在国内培训时，培训机构的助理会很贴心的在我的酒店房间里放上我喜欢喝的酒。不过必须说实话，是我们频道的宗旨，所以纠结的话题总要展开。希望通过这个话题能让大家和我自己都能更加智慧的对待酒精。我们先来聊聊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，了解了这些代谢过程，你就更加明白它对运动和健身的影响。因为这里不是化学频道，所以我就把酒精当作乙醇。乙醇进入身体以后，主要在肝脏代谢，再通过酒精脱氢酶催化，发生氧化后，由乙醇转化为乙醛，乙醛再由乙醛脱氢酶催化，进一步氧化成乙酸，也可以叫做醋酸。乙酸在体内进一步代谢，转化成为二氧化碳和水，这些产物最终被代谢系统排出体外。通过酒精代谢的过程会发现，酒精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这两种酶非常关键，它们决定着酒精能给身体和精神带来什么。这两种酶的活性受到遗传、性别、年龄、种族和其他因素的影响。如果一个人乙醛脱氢酶的活性较低，他分解酒精的能力就会减弱，导致酒精在体内积累。因此，醉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乙醛不能很好的代谢。东亚人群中，很多人携带乙醛脱氢酶的基因突变，这种突变降低了他们乙醛脱氢酶的活性。因此，当他们喝酒时，体内乙醛的浓度会迅速升高，导致他们面部发红、头痛、恶心和心跳加速。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酒精面红反应或者亚洲面红反应。尽管酒精脱氢酶也在酒精的代谢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，但是面红反应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乙醛脱氢酶的缺乏或活性降低。了解了酒精在体内的基本代谢过程，我们来看一下酒精对体型的影响。首先，酒精会让你增加脂肪。在脂肪的那期视频中，我讲过，身体的脂肪分布在3个位置储存：皮下脂肪、内脏器官脂肪和肌肉内部脂肪。请注意，我讲过脂肪不能局部减少，但是脂肪却可以局部增加。酒精主要在肝脏中被代谢。当我们摄入酒精时，由于酒精不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素，且对身体有潜在的危害，所以身体会优先处理它。每克酒精可以提供7000卡的热量，这个数值仅次于每克脂肪9000卡。因此，酒精的代谢给身体带来了大量的能量。由于内脏器官，特别是肝脏，拥有更丰富的血液和氧气供应，这使酒精产生的能量更容易在肝脏以及附近的内脏器官周围累积。如果这些能量没有得到有效的消耗，它们将被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。这就是为什么酒精摄入容易造成内脏器官，尤其是肝脏累积脂肪的原因，也就是啤酒肚和脂肪肝的由来。那么酒精既然含有这么多热量，增加肌肉又需要补充热量，酒精能不能用于增加肌肉呢？现实很残酷，不能。原因有2个。第一，酒精带来的是空热量。空热量这个概念是指给身体带来了热量，但是这些热量不是来自于有益的营养素，也就是对身体没有任何营养价值。在增肌期的饮食安排那期视频我讲过，肌肉增加的热量来自于碳水化合物，因此酒精不能提供肌肉增加的热量。第二，刚才说过，内脏器官拥有更高的血液和氧气供应，相比之下，身体其他部位供血供氧较低，热量也就不容易在肌肉中累积，所以请将酒精增肌的念头打消。根据上面的观点，酒精会让内脏器官脂肪增加，但是对皮下脂肪的影响较小。其实酒精的一个外围影响让这个希望也漏了空，也就是酒精也能让你的皮下脂肪增加。在激素的系列视频中我讲过，健身的一切问题都要从激素的观点出发。酒精会影响胰岛素、皮质醇和生长激素，这些激素与脂肪的堆积以及能量代谢密切相关。第一，胰岛素的主要作用是帮助身体细胞吸收血糖产生能量。长期或大量饮酒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，即身体细胞对胰岛素反应减弱，从而降低了细胞对血糖的吸收，这可能导致血糖水平的上升和脂肪的堆积。第二，皮质醇是一种应激激素，可以在身体受到压力时提供能量。然而，持续高水平的皮质醇会导致脂肪的堆积，特别是在腹部。酒精摄入会使皮质醇水平升高，
从而造成脂肪堆积。第三，生长激素。生长激素不但对身体的生长发育起着关键作用，它也对脂肪和糖分的代谢有影响作用。研究发现，酒精摄入可能抑制生长激素分泌，从而影响脂肪和糖分的正常代谢。另外，许多研究表明，酒精能够刺激食欲，让人倾向于多吃。当你喝酒的时候，你还会忘我地吃进更多造成脂肪堆积的热量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酒精就是乙醇，进入身体以后会被肝脏代谢为乙醛，最后转化为乙酸排出体外。在代谢过程中，酒精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起到关键的作用。缺乏这两种酶的人，酒精对他们的伤害更大。酒精热量高，每克含有7千卡，再加上代谢级别高，所以这些热量利用内脏器官丰富的血液和氧气供应的优势，使大多数热量被肝脏和其他内脏器官储存，易造成啤酒肚和脂肪肝等内脏器官问题。酒精还会通过影响激素分泌，增加食欲，让你的皮下脂肪增加。酒精给身体带来空热量，不提供任何营养素，因此对于肌肉的增加没有任何作用。看来酒精没给体型带来任何好处，那么在心理层面，它有没有帮助呢？对运动健身有没有积极的影响呢？我会在后面的视频中和大家讨论，敬请关注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